Hello， 大家好，我是有恨酷古佑文。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到底龙虾庄的真正设计师是谁呢？之前港星刘嘉玲在香港金像奖上穿的龙虾装，不仅吸引了众多目光与讨论，也让许多人想起了港片《与龙共舞》中的经典桥段。在片中，叶德娴不小心让龙虾夹到身上，却故作镇定地宣称：“这可是意大利设计师 Sit Down Please 的最新时装哦。”其实虽然真的是意大利设计师没错啦，但这件话题性礼服的真正起源呢，是以超现实主义风格闻名的意大利服装设计师 Elsa Schiaparelli。这里要先小聊一下什么是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这个艺术流派起源于1920年代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争留下的创伤让人们对于理性主义提出了质疑，对现实秩序感到失望。在这样背景下，一群艺术家决定打破现实的框架，将现实和幻想结合，用创作展现毫无拘束的想象力。像是达利的名作《软化的时钟》，颠覆了大众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常规看法。还有恩斯特的拼贴画，将日常生活中看似毫无相关的物品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奇幻而神秘的效果。这种对创新和想象力的追求，影响了各种艺文领域，迄今仍然启发了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哦。好，在小聊完超现实主义之后呢，现在让我们来聊聊 Elsa Schiaparelli 的早期生活吧。Elsa Schiaparelli 出生于1890年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他的父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学者。你可以想象，他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家庭。受到这种家庭气氛的影响，他从小就特别着迷于古代文化以及宗教仪式。这种对于神秘学的热爱，激发他创作了一本前卫的幻想诗集《阿瑞托莎》。讲到这里呀，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啦。Schiaparelli 那充满无限创意的诗集，居然吓坏了他保守的父母亲。结果他们居然把他打包送到瑞士的一所修道院寄宿学校，意图用那种严格的集体生活彻底扼杀他的创造力。不过呢，我们 Schiaparelli 也是没在怕的啦。就算置身于那种戒律森严的修道院环境，Schiaparelli 可是没有乖乖就范的哦。他居然想出用绝食抗议的办法来对抗学校的严苛规定。这可是20世纪初100多年前的事情呀，根本是学运界的先驱嘛。最后他绝食抗议成功了，逼得父母亲无计可施，只能把他带回罗马老家，结束了在修道院备受压抑的生活。这段经历也塑造了他日后敢于创新和打破传统的性格。时间快转到1920年代初期，已经30好几的 Schiaparelli 决定离开罗马舒适圈，到巴黎体验人生，闯荡一下。他在巴黎结交了许多艺术圈的朋友，并且成为巴黎艺文圈的一份子。在创立服装品牌之前呢，他曾在法国当时的著名设计师 Paul Poiret 的工作室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对时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学习了许多服装设计有关的知识。随后，他在1927年成立了同名品牌 Schiaparelli， 并以带有超现实错视图案的毛衣而一战成名。随着他独特的超现实风格和对传统时尚的颠覆， Schiaparelli 很快地在时尚界站稳了脚步。1930年代 Schiaparelli 已经成为巴黎最受欢迎的高级定制品牌之一，并且还在1934年成为第一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女性设计师。她的时装事业可说在193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呀。时间来到1937年，Schiaparelli 从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的作品《龙虾电话》中得到创作灵感。他将晚宴中的高级食材龙虾当成礼服的印花图案，大胆地印制在原本不是素色就是花草主题的女士晚宴服上，轰动了当时的时装界。而他的另外一件发表于30年代的知名作品《高跟鞋帽》，就算是2020年的现在看来，依然十分的前卫、颠覆，而且也非常的超现实哦。对于熟悉西洋历史的朋友们来说，可能已经猜到了接下来故事会怎么发展了。
时间来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陷入了空前混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期，大家都忙于逃难或是求生，谁还有心思去想要穿什么奢华的衣服啊？正是因为如此，全球的时尚产业遭受了巨大的冲击，许多著名的时装品牌都因为战争暂时的关门大吉，就连 Schiaparelli 的时装事业也受到了重创，他的设计创作活动也几乎完全的停摆了。到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好不容易结束，世界局势逐渐稳定之后呢，时尚界也启动了新一波的汰旧换新。尤其是 Christian Dior 在1947年推出的 New Look， 这种风格一推出就引起了轰动。它的圆形肩线窄腰配上宽裙的女性化设计，不仅打破了战争时期女性为了实用而倾向简朴功能性的时尚形象，更象征着豪华与女性魅力的复兴。同一时期， Balenciaga 的结构主义设计则是以简洁的线条和几何的外观重新定义了服装结构。这种创新的剪裁技术对时尚界的影响可说是十分深远，迄今呀。另外，于1952年发表品牌的 Givenchy 则是以其精致优雅的设计风格而广为人知。尤其是他日后为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早餐中所设计的标志性黑色礼服，不仅成为电影与时尚的经典，也让 Givenchy 的名字与高端时尚画上等号。当时的女性几乎人手一件小黑洋装，希望自己的衣柜里也有一套 Givenchy 设计的黑色礼服。在这样有才华的服装设计师在战后狂冒出头、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背景下， Schiaparelli 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直到1954年，感到时不我与的 Schiaparelli 决定关闭服装品牌，但他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依然与艺文界保持良好互动。1954年，他出版了自传《Shocking Life》，详细描述了他的设计生涯与个人生活，包括他如何从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平凡女性蜕变为一位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遗憾的是，1973年11月13号 ，Elsa Schiaparelli 不幸因病于巴黎去世，享年83岁。虽然 Schiaparelli 在时尚界的影响力在品牌关闭后逐渐减弱，但真正的创新精神是不会被永远遗忘的。多年后的2007年，意大利奢侈品集团 Tod's， 对，就是那个以豆豆鞋而闻名的 Tod's， 收购了 Schiaparelli 品牌的使用权利。到了2012年， Schiaparelli 品牌正式重启。在经过几次艺术总监的更换之后呢，终于在现任的艺术总监 Daniel Roseberry 的带领下，品牌重新获得了时尚界的关注与好评。2019年， Schiaparelli 的现任创意总监 Daniel Roseberry 正式上任。这位出生于美国牛仔之都德州的服装设计师，不但长得超帅，颜值破表，也是这个欧洲品牌第一次聘用美国人当艺术总监。Roseberry 的设计融合了 Schiaparelli 的超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当代元素，推出了许多让人脑洞大开的超现实作品。除了近期刘嘉玲所穿的金色龙虾装之外呢，其他像是以狮子啊、老虎啊等等猛兽为灵感所创作的仿真立体动物头饰礼服，或是利用电脑主机板、晶片、USB 线、光碟片，甚至是手机本人所制作的科技感高级定制服，还有超模 Bella Hadid 在坎城影展上穿着而轰动一时的以人体的肺部，对，就是大家呼吸的那个器官肺部为灵感的巨型金色胸饰。这些超现实的创意设计都让 Schiaparelli 品牌近年来屡屡成为时尚界的注目焦点，成功红出了时尚圈，也在社群媒体上收获了一大票关注的粉丝们哦。高级定制服系列大获成功后， Schiaparelli 品牌也在2023年乘胜追击，进军高级成衣市场。高级成衣系列同样在 Daniel Roseberry 的精心设计下问世，以经典的黑色搭配华丽又超现实的金色细节，将实穿性跟日常风格巧妙融合，并且彰显 Schiaparelli 的标志性超现实主义风格。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Schiaparelli 的标志性风格和元素吧。Schiaparelli 的设计深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常见的元素包括它的标志性 Shocking Pink，
一种鲜亮的粉红色，以及象征蜕变的蝴蝶和超现实主义作品常见的眼睛符号。此外，他的作品中也常见颠覆常识的设计，像是高跟鞋造型的帽子，这些都展示了他对常规时尚的挑战和超越。他对古文明的热爱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黑色底配上金色细节的使用，这不仅呼应了古埃及文化中的奢华和权力象征，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超现实感。这些标志性元素不仅展示了 Schiaparelli 的创新和艺术天赋，也让他的作品在时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好哦，听到这里，大家对 Elsa Schiaparelli 应该都有些概念了吧？所以呢，下次再看到龙虾装的时候啊，请记得这是源自于传奇设计师 Elsa Schiaparelli 的创意，而不是《与龙共舞》中的 Sit Down Please 哦。如果大家还想知道更多关于 Schiaparelli 的事情，可以去找他的自传《Shocking Life》拜读一下。如果觉得阅读英文有点吃力的话呢，也可以去找我的辅大研究所同学薛以真的硕士论文，他可是台湾研究 Elsa Schiaparelli 的专家哦。两本书的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可以去找来看一下咯。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咯。你喜欢 Daniel Roseberry 接手后的设计吗？之后有想知道哪位服装设计师的故事呢？记得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让我们一起从各种视角探索时尚艺术与文化。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